虚实了，我该走了。哎，好不容易团聚，怎么不再温存温存？那牡丹就是个没嫁过人的，性子怪异，这才拢着诸多女子住在一块儿。往后你就搬回来，在这儿住下吧。你别胡诌，牡丹大方知礼，心性无缺，她之前在洛阳有过夫君的。什么意思？她竟是个有家室的，那她还与那些贵人纠缠不清？她只是去贵人府上养花，与那些雇主清清白白，从无私情。你不许与别人乱嚼舌根啊！那就算没有私情，单说她与仲南周旋，也不算冤枉她吧？她自己春风得意，却阻你我相见，定是怕你嫁了人离开铺子，少了一个任劳任怨的小工。我看你与她不是一路人，不如早早自立门户。牡丹待我亲如姐妹，我绝不会离开她。你若打的这个主意，往后咱们还是撂开手吧。我不过是怕你吃亏嘛。你若喜欢与他一起，随你便是。我只想与你过好咱们的小日子。再过几天，有个黄道吉日，我们成婚吧。此后，恩爱相守，再不分离。牡丹对你尚有偏见，只怕不会同意的。他对男人多有戒备，是不是之前的夫君伤了他的心？你快同我说说，我也好想想办法劝他接受，绝不能因为我，让你们之间生了嫌隙。我去官府登记入籍，你在家中等我。等拿到户籍文书，咱们再一同去找何微风解释。牡丹所有决议都与我事先商量，我却这般瞒着他先斩后奏，他会不会怪我？姐妹之间，又怎会计较这些呢？何况这次我会和你一起去向他证明我的真心，他定会诚心祝福的。今日是你我大喜之日，莫说这些了，啊！喝了这合卺酒，我就去。生意，花铲给我翻翻土。他不在，今日一早便出门了，说2个时辰才能回来呢，不知道去干嘛了。他这几日怎么总是不在？回来得好好问问他。不酸很甜啊，好吃吧？好吃。再来一颗。哎，咱们得留着点，等生意回来吃，不能都吃了。好。再给你一个。开门！京城府参，申审何为凤，快出来！你先走，这里我来应付。外面是官差，他们是冲我来的。大夫，从后门出去，去花满处告诉徐先生，让他快走。徐先生怎么了？为何要让他走？来不及给你解释了，快去啊！你怎么办？要不去蒋府躲躲？蒋长阳不在府中，我就算躲去那里也是无用的。再晚就来不及了，快去啊！快点啊，大夫！开门！上！你就是何为芳？
王晴，小人在。你说你要告发花满柱店主伪造女户良籍，蒋小华是为洛阳官府何为芳，是与不是？是。何氏阴险奸猾，以假户籍于城中行商敛财。草民亲眼见他贩卖败花，骗人钱帛。草民实在不忍看他再这般行骗下去，特来上报。此事你是如何发现的？花满柱二店主秦我儿是草民发妻，当初被何氏蛊惑离家，没多久便发现此女身份有假，心机深重，特来找我替她做主。真是信口雌黄。当初在欢云楼，你欲点卖发妻，对他更是百般凌辱，后写下和离书，在场众人皆可作证。他怎么可能会再回到你这种禽兽身边？笑话！我与我儿情真意切，早已重修旧好。此乃我二人的婚书与户籍文书，请任京兆过目。就算有这婚书，也不能证明王晴所说就是事实。王晴如此恶意编排，意在侵吞我的家产和商铺。太傅卿，你可认得此女？刚才王晴所言可属实？此女确是我刘家儿媳，只是之前我们误认为她坠崖身亡，方才另行婚配，有洛阳官府销户文书为证。刘宅上下数十人都知晓此女的真实身份。何氏在刘家时，便抛头露面，不守妇道，犬子无奈与其合离。可尚未划清家财，他便卷钱离宅，看来是不想归还我刘家财物，才改名换姓来到长安。商人奸猾重利，女子开店更是寥寥可数。以生意兴隆，定是无意起复。我朝向来严查流民，禁止无籍者务工，更遑论经商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可知罪？若你坚持不认罪，本官就去彻查花满柱，你的户籍所来之处，嫌疑之人，我们都会一一抓来审问。蒋朝阳官高自是无妨，可此时他不在长安，万一因我之言，将万贯堂的隐秘牵扯出来，而且此事更不能牵连到大福、小春他们。民女确实隐瞒了身份，户籍是在黑市所办，与他人无关。任京兆，他承认了。可那是民女不得已而为之。当初在洛阳，官府已判我与刘畅和离，可是刘家为了霸占我的嫁妆，不惜杀人灭口。我为了自保，这才不得已以死脱身，更名换姓。可是哪怕如今我逃到了长安，他们仍然不肯放过我，一而再再而三的买凶杀人。民女何为芳今日要状告刘氏夫妇强掠钱财，害人性命，还望任京兆为民女明察。什么杀人灭口啊！你这是诬告！空口无凭，何事？你可有证据？刘家有一家丁，名唤田二。当初在洛阳时，他就对我痛下杀手。前一阵我去采花，又要将我灭口。我幸而得一贵女相救，这才保全了我的性命。那田二肩膀上被护卫射了一箭，手臂上亦有刀伤。若是不信，可以把此人带来，一对便知。太傅卿，你宅中可有此人田二？田二，刘宅绝无此人。我就知道你们刘家会藏匿此人。我手中还有一证，此人伤口颇深，非求医而不可自愈。于是我查遍了京中大小的医馆，终于找到了他的踪迹。医馆的医师可为我作证，眼下此人正在城外养伤。
牡丹，你在刘家，我们对你是万般宠爱，你不记恩情也就罢了，没想到你竟还敢口出恶言，设计陷害。设计陷害？你们多次对我赶尽杀绝，我为何一再忍气吞声？我今日就要所有人都看清楚，刘宅满门皆是德行有亏，人面兽心之辈。胡言乱语！任京兆，不要被这毒妇骗了！还望任京兆能还我一个公道。何事状告从三品官员的罪名严重，京兆府无权处置审理。但你私造户籍，铁证如山，一律必当严惩。来人，在。为什么不能审？如今人证物证皆在，为何只判我，不判他们？跪下！此等谋财害命之事，京兆府岂能坐视不管？罪女何为芳，私造户籍，违例行商，蒙骗百姓，罪不容恕。判杖60，剥其私产，贬为官奴，发配至城外军营。民女不服。任京兆英明，此女既已定罪，她手下店铺财产皆应换人经手。你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，你心性不正，就算你霸占了花满洲，你早晚也会一无所有。任京兆，我还有一事相禀。讲，此女这般不遵女戒，败德于众，应当被我刘家起除，归还此前卷走的刘家钱物。二位所请有理有据，本官自当应允。我算是看清楚了，今天这局是你们早就设计好的。堂堂的京兆府，竟与太府卿沆瀣一气，罔顾律法。我要上告！大胆！大堂之上还敢胡言！当真是无商不见，不知悔改！给我拉下去，行刑！民女不服！堂堂的京兆府与太府卿沆瀣一气，罔顾律法！我要上告！1、2、3、4，京兆府罔顾律法，6，谋财害命，8，民女不服，9、10、11，京兆府13，罔顾律法，4，谋财害命，16、17，民女不服，18。快进洛阳了，终于可以换人驾马。哎呀，我也上车松快松快。裴郎君啊，演演贪官。嘿嘿。郎君，您这是在算洛阳之行是否顺利？我谋士可有落空之时，何必为此卜卦？那您这卦算的是？外面这辆马车能否超越咱们？啊？哎！这阿祥你怎么驾的马呀？看来还得是我。别动！怎么睡着了？王琦，这门怎么锁了？王琦！有人
平白抢占，先锋国这双老臣，呀！主上！何为芳眼下已是罪奴，他的私产充公、铺子和花儿，都归了五娘了。看好了，这上头是你们二店主的名字，我是他的夫君，他的铺子自然是我的铺子。娘子快看，我给咱们新布置的这铺子，合不合你的心意呀？花满珠为何成了你的？牡丹人呢？你当真跟他在一起了？他如今的确是我夫君。牡丹待你那么好，你为何要背叛他？我没有，王琦，你明明答应我，要和我一起去同牡丹解释，怎会变成如今这样？你到底把牡丹怎么了？她怎会变成罪奴？不是你亲口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，想和我一起霸占花满柱吗？我自然是听了你的话，去官府告的状。如今他已被贬为官奴押走了，幸而你和何为芳分开开的户，官府只抄没了他的私产，属于你的那半钱不受影响。以后这儿的生意就都是我们的了。他是为了理解你我，故意这么说的。你放屁！牡丹的事只告诉过你我，你若没说，王清怎么会知道？你竟然为李家铺子连人都不做了！此事是我做错了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想伤害牡丹。大夫，你别碰我！何为芳私盗户籍被贬去军营为奴，是他罪有应得。那军营可是险恶的很呐，他性命都难保，更别说翻身了。我劝你们别再演什么姐妹情深的大戏，早早另寻出路。牡丹若丢了性命，你们也别想好过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不要！你们再打下去，他这条腿便废了。致人身残乃是重罪，诸位是想去官府挨板子吗？狗叔之辈，我跟你拼了！你得先给自己留口气，才有机会救牡丹。跟我回去处理伤口，走。走。我祝福宁父结拜誓言，也要与你割袍断义。从此你我再无干系。
才有饭吃，得先活下去。水滴清月色浓，流淌成到家来了。长河。欲言未许红尘过，芳华自定路漂泊。蓦然凡尘锁。7岁素颜忘采，笑看风雨泛尘埃。赵家没有抢回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把那些野草烧了。那些野草烧了以后变成草木灰，没有去污之效。走。再给点吧。滚！快点儿！走啊！哎，我的粥！军爷，他抢了我的粥，麻烦你。这不是你说理的地儿啊！顾不住屎就饿死啊！别在这儿事，滚！快滚！阁下。明明是他们的错，这不公平，凭什么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识字？你是说我的眼睛像你姐姐？你姐姐呢？从今往后，我们相互扶持，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。多谢将军为犬子美言，让他得了这仓曹之职。此番洛阳之行，将军定要下他鄙人宅中，让本官一尽地主之谊。哎，上次住在刘宅，吵吵嚷嚷的，闹出不少事故。此次啊，我特意选了山中雅居，
一个人住清静些，也方便些。陈公懂的。明白。将军随意便好。若是山中缺了什么，本官派人给您送去。我虽独住山中，但陈公的心意不可辜负。此行仓促，只带出了2驾马车，不知装不装得下陈公的盛情啊？嗨，车马不够，我再为您添上几架又如何？陈公，陈章兄，江兄，姐做过伺候笔墨的婢女，这才教你识了字。我平日里跟花卉草药打交道，不若教你一些别的。哎，你看这个叫做施家菜，对，里面那个叫做梨菜。这2个都可以吃的，日后我们可以靠它们填饱肚子。不过这后山经常会有士兵来，咱们来的时候得避着一点。来，你看到这些黄的了吗？这个叫做毛茛，那边也有。你看，它们虽然长得像水芹菜，但是全株是有毒的，不能吃。若是吃进肚子里，会闹肚、长泡，记住了吗？这边也有。这个叫做豌豆叶，放到嘴边可以吹声音。你看啊。以后你只要吹这个，我就知道是你叫我了。试试。拔剑，打弓，拉弓，放箭。射术检视5日1次，是为了让你们勤加练习，精进准头。都干嘛去了？手都没有磨破，如何练得好剑？将来又如何上阵杀敌？带上来！既然射草人你们无法聚精会神，快点，那就看看这草人旁边的真人。快点！要么你们当百步穿杨的勇士，要么你们当滥杀无辜的凶徒。快点，站好！射箭！否则出军籍，给我滚出军营！准备！拔剑，打弓，拉弓。放箭！
本将护的是良级百姓，而你们贱人奴婢，屡笔出产，为练兵而死，是你们这些贱奴的荣耀。你姐姐也是这么死的。带走！三郎平日坐惯的马车，今日自行骑马，你可得照顾好了。若磕了碰了，我还得替他想招骗他兄长。你要是不放心，不如跟我一同上路。走吧。究竟是何物需要你亲自多留一日采买？不会是洛阳城的浩星明月吧？这儿的明月啊，可不属于我。嘿，护好身人。是。怎么没等我们回来就开局？走。父亲当初教我辨别草药的时候，是为了救人的。可我既然做了选择，便不会后悔。我们不能日日活在被射杀的恐惧当中，更不能纵容他们草菅人命。我能力微薄，只能出此下策。一定可以。怎么样？怎么回事？将军，那新兵偷食宵夜，误食了有毒的野菜。怪不得练不好剑术，整夜赌博吃酒，毒死了也活该。还不快接药救人！将军，中毒的人甚多，军中备药怕是不够啊。何人斧头？野菜有毒！何人斧头？野菜有毒！何人斧头？野菜有毒！我难受，快救救我！来，快！营中粥饭不足，奴婢常去后山挖野菜果腹。今夜前去，发现有片茅根被人挖走，怕营中有人误食，便立即回来煮了这汤药。你会医？奴婢母家曾开药铺，略知一二。苦参、石蒜叶，这正可解毒催吐啊！这也是后山挖的。是，就地取用，药材对症，甚好啊！将军，救我！将军救我！救人！将军救我！救我！喂这个。多谢女士一相救，此恩是我记下了。您不必客气。我记得你，一个贱奴，你这么费心救人，
不是出于善心吧？奴婢确有私心。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奴婢想要活下去。将军慧眼，奴婢不敢有任何的隐瞒。当奴婢看到毛根被挖的那一刻，内心最先升起的，并不是担忧，而是庆幸。奴婢庆幸自己或许命不该绝，老天又给了我一次这样的机会。奴婢若是为国练兵而死，自是死不足惜。可是将军你也看到了，新兵军纪松散，疏于操练，让奴婢死于射偏的箭下，奴婢不甘心。我想向您证明，除了做无谓的靶子，我还可以为将军做更多。奴婢制药里识草木，通笔墨，会算账，还请将军同意奴婢和妹妹去医师处做活。奴婢定承将军恩德，今夜不怠。将军，若不是此二人送药及时，整个新兵营恐怕就要集体闹病缺勤，到时候兵部怪罪下来，将军也交代不上事。我帐下正好缺人手，我看这二位官奴聪颖果敢，不如遂了他们所求吧。孱弱之女，绝境中亦会挣扎求生。袁将军，我等知错了，我们不该贪玩懈怠，既害了别人，也害了自己。还请袁将军原谅他所求吧。射术检视暂且作罢，养好身子以后先练军纪。如果再有懒怠旷训者，军法处置。是。你的请求允了。多谢将军。您的江面。这何娘子所说的张家江面，看着也没什么特别的呀。来都来了，一人一尝故乡之味吧。拿个碗，一起。谢郎君。店主，来碗江面。哟，今日您来的不巧啊，最后一碗已经被这位郎君买走了。啊，这位郎君，不愿出3倍价格，可否把这碗江面让给我？请问老丈有何缘由？我这兄弟啊是馋鬼投胎啊，若师出无名，定不愿轻易放过。实不相瞒，我有一爱女，因受夫家苛待，离家奔逃，不慎坠崖而亡。至今尸骨都未寻到，夫家不闻不问，未出丧期就另定姻缘。我担心小女变成一个无人牵挂的孤魂，便想买下她生前喜欢的吃食，这江面便是其一，还有她爱吃的糊饼。捉襟生前给她备的簪花，只盼着她来生能投到一个好人家，再嫁一个和善人母的好夫家，安世到老，子孙满堂。当初在洛阳，你送我的烤糊饼呢，上面也刷了一层蜜。这可是我们何氏独家烤法，一般不传外人的。将军今日可是有口福了。这饼的颜色与别家不同，在哪买的？这不是买的，是我自己做的，是我家的独门烤法。烤之前先刷一层花蜜，出炉后再刷一层，焦甜酥脆，风味绝佳。让面可以，但没了江面便无法果腹。请问老丈是否愿意拿几张糊饼与我们交换？自然愿意。郎君
肯为我割爱，当真谢谢了。哎，小女还在等待，老夫告辞了。老丈，莫要烦忧。宁愿尸骨既未找到，说不定被什么游侠神医所救，如今在世外桃源过快活日子。若振作精神，开怀过好每日，兴许还能等到重逢之时。借郎君吉言，若是小女也知今日之事，也定会感谢郎君的。这何主家一心想让女儿嫁得好，享清福。若是知道何娘子如今情状，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啊？他爱女之心是真，可不懂自家女儿也是真。拿好东西，走了。是。忍着点儿。忍着。好了。你中箭以后感染了金疮镜，这是我从医师那里求来的金疮药，每日多抹几次，病很快就能好了。后日医师会进城采买，我作为帮手可以同去。到时候我会想办法通知我长安的朋友，让他们前来相救的。官奴行迹鬼祟，身上竟有金疮药，此等名贵药物定是偷来的，自然要打死惩戒。他没有偷，那个药是军中医师所赏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1问便知。别怕，别怕，姐姐带你去看医师啊！别怕，姐姐背你去看医师。走，姐姐背你去看医师。又死一个，晚些一并抬出去扔了。此人为什么被打成这样？到底是犯了什么错？他没有犯错。他从来不知道自己何名何姓，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。自打记事起，便跟着姐姐四处被发卖。只因得罪了贵人，便被毒哑赶出了府外。几近饿死之时，两人只是因为偷食了1碗米粥，便被扭送官府，发配至此。
时不过腹，何罪之有？寻药治病，凭何治债？是这世道待他不公，他不该穿着罪奴麻服被扔在此处，扑尸荒野。我救不了他，只希望我的义山能还他最后一丝体面。晚些我们会将这些人送出营，你一起来吧，也当送你朋友一程。多谢。何为方是吧？将军有令，今日军中设宴，刨除人手不足，命你速去帮工。哎呦，这里还藏着个美娇娘呢！老娘子，别忙活了，陪爷们玩会儿吧。诸位，是袁将军的部下吧？擅自脱队，看来是喝多了。我请袁将军前来。哎，急什么？等我们快活完了，自然叫他一同享受。反抗！别过来！来者何人？站住！蒋长阳，谢谢你。不会吧？你这么狡诈，怎么会这么轻易？贵人，此官奴死状甚惨，前些日子还得了重病，怕误了您的贵体。快点，快点！女神医出事了，快去帮忙！谁他娘的敢欺负女神医，老师我第一个不答应！我喘不上气，这我喘不上气，把自己喉咙割开就能喘上气了。女神医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这些士兵趁我独自在庖厨，欲行不轨，还好恶有恶报，突发弊症，我才幸免于难。何必无赖，敢对女神医下手！弟兄们，给我往死里走！我让你他家女神医下手，还图谋不轨！别来了！还笑？若不是老天开眼，让他们突发弊症，你今日就交代在此处了。老天什么时候开过眼？我能活着见你，都是因为有人拼死向我报谢。何卫方今晚会来帮助，袁将军吩咐你，一定要将他折磨致死。是，你放心。快人，追！是。
没有？这汤还未熟呢，要不然你先把其他的菜上了吧。好，那你快点。哎。明明他自己没在担心，可关键的时候，却还是想着提醒我。此恩此情，我这辈子都无法偿还了。如今你安然无恙，他的苦心便没有白费。可有些人就不一样了。何为芳是我府上的花将，你弄死了他，我府上的花你来管？他获罪发配到我的军营，自然由我支配。你一个弄臣，凭何管我军中之事？更无权对我动私刑。你都说了，我是弄臣，又圣人的龙宠，我自然想打谁打谁，想杀谁杀谁。我是官，他是奴，我不相信你敢为了他杀我。我哪是为了他，我是为了我府上的花。真是张狂啊！你知道全长安有多少位将军，又有几个花鸟使？你背后的人是会保你，还是卖圣人一个人情啊？袁将军，如今总算懂了，官奴们日日活在怎样的恐惧当中，不知道哪一刻会被刺穿喉咙，无声无息的死去。如今，你想死，还是想活？我想活，想活。你为何要杀我？他是大王提拔的人，谁有那么大能耐，能指使他办事？把人送去兵部，问问张尚书，兵部都是如何管人的？治军不严，残暴妄为，连我都敢顶撞，是不是连圣人都不放在眼里？尚书若是问起如何处置，他自己的人，让他自己看着办。总之，我若不出了这口恶气，我可要去圣人面前说道说道。是，带走。是县主。县主对你出手，你很意外吗？他知道我对刘畅从无心思，为何会这般下死手？只怕是刘畅又做了什么，让他彻底恨上你。这个袁将军去了兵部，也不会招认，是县主指使的，对吧？当然，除非他不想一家老小活命。无论是玉露，还是哑女，我都无法撼动始作俑者分毫。与军中为奴，本就九死一生，但你仍为自己争得了一丝生机。蚂蚁微小，可被轻易踩死；但若蚂蚁成群，亦可助胆高台。
都不知道你的姓名，以后该如何祭奠你呢？心中不忘，便是最好的祭奠。宁王把持兵部多年，我一直在等一至死沉疴的机会。我夜闯军营救下一女子之事，不日便会传遍长安。正好以你为由，洗一洗这兵部的糟污，换一位仁慈严明的长官来接管。只可惜，我没有早一点赶到，未能救下这哑女的性命。可你已经救下了其他官奴的性命，替大家谢谢你。所有的豆荚都在这儿了。愿你来世食粮丰足，生动良辰。蒋长阳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军营的？你回去后是大夫告诉你的吗？他们怎么样？还好吗？哪来得及回府啊？是老师让芸娘给我传的信。你突然出事，却还记得让老师避祸。公堂上也没有供出万贯堂。他们自然承你的情，芸娘查出是县主动的手，自然知道救你出去并非易事。老师亲自写信，让我赶紧回来，说若是保不下你的命，就别回去见他了。帮我多谢徐公，还有芸娘。抛倒2匹马的是我，你不谢我吗？谢将军。有你这针线，我也不算白来。就送到这儿吧，走了。将军。